阿姨您好，非常高兴能够再次的邀请您上我的节目来接受采访。上期节目我做了2期节目，就是讲您的那本远东的线索》，就大概这里边内容。我没有想到，居然前2天那期节目20多万人看。我想一个讲国共历史的这个节目，没有太多人特别关心嘛，但是没想到20多万人看。我觉得您的这个学说还是，我觉得是能影响很多人的，特别是那些本来是温中民小，但是又有点儿就是天花板比较高的人，能够开窍的人，只要能够接触到这些学说，了解这些历史，他就可能就真的能够开窍。那今天我想问这么几个问题啊，就是最近在这个全球局势当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几件事件。那一个呢，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啊，前不久正好中国的股市大跳水，那大量的股民跑到了美国大使馆的微博账号下边去留言抱怨啊，引起了这个舆论的风潮。然后呢，紧接着证监会主席就换人了。那很明显，按照中国的这个结构性问题啊，它这个很难进行继续的改革，所以它改革开放基本上可以看出来是已经走不下去了。但是最近这几天呢，中国的股市有所回暖，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这似乎西方的制裁跟脱钩的速度太过于缓慢，而中国现在仍然可以利用它在改革开放时期所建成的暂时难以替代的这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全产业链，能够继续的维持啊，继续的这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我们都知道，习近平现在跟西方世界实际上都在跟时间赛跑。那么我就想请问您的，就是观察到现在，您觉得习近平是否来得及利用现有的资源，重新的整合他的权力，来挽救共产党，成功实现整个社会的集权化或者说朝鲜化啊，甚至有能力发动台海战争？还是说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在西方更加猛烈的围堵跟制裁之下，那习近平资源耗尽，当他真的想这么做的时候，发现大势已去，中共已经4分5裂了。就是以上这2种情况，您觉得看到现在哪一个更可能出现？中国经济我们得把它划分为2个不同部分，一个部分是讲技术的，一个部分是讲就业的。这2个部分，他们的任务和要求是各不相同的。这一点不光是中国的特点，而是包括大清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一直到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比如说现在阿根廷同样具备的问题，就是作为非欧洲的后发的工业化的国家，它发展经济就有一个两难问题。第一，就是要讲技术，比如说要赶上以欧洲为中心的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那么你制造出来的东西经常有这样几个特点，就是第一，它是国有的或者是国家主导，依靠它是不赚钱还是赔钱的，越生产赔的越多，但它技术水平能跟得上去。另一部分呢，这是比较符合哈耶克自发秩序的，它是能够自负盈亏的，能够按照自发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下去，但它的技术水平向来是不先进的，而且正是凭着它技术水平不先进，发挥落后的比较优势，它才能够维持下去。这个刚才说的话有点玄虚，不了解工业史的人不容易听懂，所以我用具体的事情来说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中国经济虽然很大，但是基本模式跟我下面描写的例子是没什么区别的。中国历史上准确说清末历史上最重要的工业化有个成绩，就是武汉的汉冶萍公司。所以毛泽东所谓搞工业化，首先要记住张之洞，就是汉冶萍公司。汉冶萍公司设计的湖北的钢铁产业，也就是现在的武钢的基础，它其实有2个点，一个是大冶铁厂，大冶铁厂之类的延伸出来，由盛先怀他们主办的一个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汉冶萍公司。这个公司就是我描绘的，顺便说一句，他们也就是彼得大帝的海军衙门，叶卡捷琳娜大帝的钢铁厂，以及土耳其、阿根廷这些维新变化，全世界的维新变化人搞出来的东西的一个原型，或是类似版本。他从引进德国的技术来生产钢铁，能够生产出符合欧洲标准的钢轨，他生产的东西能够被销到欧洲去，符合欧洲标准，这是在俄罗斯、阿根廷也是很少见的。但他是一个永久亏本的大富，
亏本亏到这个程度，还不如直接卖矿石，卖大的矿石到日本去赚钱还比较多，自己精工生产出炼出铁来，再把铁炼成钢，然后生产出符合欧洲标准的钢轨，赔得一塌糊涂。另外一个公司叫扬子公司，它的位置离汉口也不远，离大冶铁厂也不是太远，但是它是私人资本家集资修建的一个铁厂，它只是铁厂，它根本不炼钢。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炼钢的技术含量比较高，亏本亏的比较多。它是私人公司自负盈亏，不像是张之洞和孙宣怀凭着国家政策，自始至终，就算是大清国倒了，北洋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都必须像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扶持武钢那样的这样大企业集团，必须像是维持政权一样的加以维持。它是房地你要不出价的，不在乎经营管理，这也是它亏本的一个原因。而私人企业非要在乎各种精打细算，精打细算好的方面就是没有那些裙带关系，安插进的闲源来提高成本；不好的方面就是凡是吝啬节省，都不可用最好的。张之洞如果有什么煤的质量不过关，他直接从英国和德国进口焦煤，那赔吧就赔大了，运费就不得了。而扬子公司、扬子铁厂呢，他从荷兰、安徽买最便宜的矿砂，用最便宜的民工，结果在汉冶萍公司年年亏本到最后干脆停产的时候，扬子公司才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它就代表了中国的另一种经济，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在阿根廷这样也存在。阿根廷有一套欧洲式汽车工业，但是也是亏本亏得一塌糊涂，不靠关税贸易的保护、关税政策的保护，根本生存不下去。但是那是阿根廷的门面所在。阿根廷可以算是一个准欧洲国家，而不像大多数拉美国家那样，就是出口矿产、原材料、出口牛肉啊、矿砂自己赚点钱，就一切都要高精尖东西都要靠进口，那就不一样了。所以阿根廷要竭力维持这套。对于苏联和俄罗斯就是军工，苏联的人民比起沙皇俄国时代还要穷困，但是他的军工水平维持超过沙皇俄国，而俄罗斯能够变成一个大国全靠他。俄罗斯的苏联老干部过的日子还不如阿富汗的部落民好，羊肉都吃不上。但是阿富汗人还是害怕苏俄，因为苏俄有强大的军队和至少对中亚来说是很先进的军工产业。苏联能够在远东大行其道，关键也就是在这一点上。第一种就是张之洞的汉冶萍公司，这些东西政策扶持的骨干技术企业非常重要，但是几乎全是赔本，现在也是照样全是赔本。没有这一套，你依靠自发自己发展出来的东西，在技术竞争当中是注定要被拉得越来越远，而且对像某些论经济形势来讲，其实不坏，而且是相当好的国家，比如说以前的科特迪瓦，现在的博斯瓦纳，论经济发展都是很先进的。80年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远不如科特迪瓦。就独立以后的博斯瓦纳也是经济发展一直很好，但它基本上都是出口原材料。看从账面来看，博斯瓦纳是一个像样的民主国家，从来不出独裁者，在非洲是非常难得的，而且经济发展始终几十年如一日，一枝独秀，比亚洲市场差不了多少。但是你看账面结构，就说它完全没有苏联、中国那样的军工产业，没有伊朗、朝鲜的军工产业，它也不需要，反正它跟英国的关系很好，在世界上也没有敌人，它不需要有强大的军队，它就是出口钻石，出口各种原材料，发展服务业经济。这样的国家在经济上是可以的，但是它不具备在路易十四那种意义上的国际强权政治上面力争雄昌的能力。它依靠列强传统的殖民主义大国的保护，在军事政治上意义上的仍然是附庸国。在国际政治上意义上，它真的不如朝鲜强大。尽管朝鲜都快要饿死了，但朝鲜真的有核武器，能够干涉国际政治。而富裕的博斯瓦纳在国际政治上基本上是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有张之洞和盛宣怀和汉冶萍公司在，这就是一个像阿根廷的汽车产业是一个能够扰动国际秩序的一个因素。而中国的大多数维持了大多数中国人就业
为大多数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入，维持人民生计和国家运作的大部分产业，跟大清国的农业和司法产业一样，技术上毫不先进，跟扬子公司一样，他们更自发自诩，更市场经济，但是根本不存在赶超先进水平的问题。老实说，他们停留在大清国的统一水平上，并没有，跟100年前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先进的地方，并没有什么特别发展的地方。像四川大多数重庆、成都之类的小县城，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哪有什么说比张之洞时代更先进产业？绝大部分经济都是靠开小店的、卖建材的、诸如此类的小老板来支持的。他搞出来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什么张之洞时代没有一点张之洞时代搞不出来的东西。养黑猪啦，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用小船搞搞旅游业、航运业这东西，它不需要什么先进技术，它搞的就是像扬子公司那样，因为它不是房地产，不受国家政策的扶持，它必须自负盈亏，它要加强管理。好的方面就是说是没有那么多闲员和皇亲国戚，坏的方面就是所有人都是农民工。老板夫妻也就是发了财有点出息的农民工而已，所以一切东西设备仪器一切原材料这些都是力求节省，产出来的东西只要能够分得下去就可以了。如果全国经济只有它的话，那么庞然大物的大清国和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就是个拉伸，但是大多数人能够有口饭吃，大多数地方政府还能够维持下去，靠的就是这些东西。这两种经济逻辑是不一样的。前一种经济是吸血鬼，因为它的存在，就像苏联军工产业的存在一样，国家和人民变得更加穷困、更加难过。它越发展的越厉害，整个国家就越穷。拜登政府想要打击起来就是这些，对美国或者是列强能够具有威胁，也就是这些。如果俄罗斯没有苏联这些军工产业的话，那它对世界的影响还不如印度，根本不会引起任何问题。这也是普京无法舍弃这套遗产的关键所在。这一方面的问题就是，无论如何，哪怕像80、90年代，军费非常缺乏，航天工业穷得要死的情况下，国家都不会放弃它。虽然技术上呢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各种封锁会搞得你像朝鲜一样搞很多闭门造车的东西，但是有影响，有负面影响是肯定的，但是它肯定还是要维持下去。而且这些负面影响并不像别人想象那么大，因为你总是可以用走私方式，例如伊朗受到封锁时间比中国要多，但是实际上伊朗总是能够通过包括香港、迪拜、贝鲁特在内的各种黑市市场去进口到一些西方的电子废品，把它的相应的军工产业维持起来。伊朗出轨俄罗斯那些导弹呢、无人机这些东西，其实里面全都是西方淘汰下来的，实际上从电子垃圾里面翻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在西方产能量是如此巨大，任何制裁都不可能完全封锁，而且总有一些缺口可以让你改头换面的送你。朝鲜情况也是这样，大不了中国变成一个大和朝鲜，它肯定也要维持个基本盘，这基本盘是它的命脉所在，依靠各种走私的、黑社会的，或者用间谍手段搞来的东西。苏联其实也是这样，苏联至少有70%的技术是源于西方偷来的民用买方式买的各种拼凑起来的东西，只是成本会发生一点变化而已。后面那一部分就很严重了，就是前一部分基本上是不受经济形势影响的，就算是中国全都饿死了，因为我们也会可以想象政权总会像朝鲜一样把这一部分维持住。后一部分是民生所依、经济所依、GDP 所依赖的，技术上是一塌糊涂，比较优势完全在廉价劳动地方。这一部分是一个依靠地方政府和豪强联合主持的一个债务经济，他们主要就是依靠透支，依靠各地方政府，依靠影子金融公司放款，形成比央行所允许的水平要大出几10倍的
影子经济体系来提供金融服务。没有这个金融服务体系，这些豪强内部的小企业家无法运作，小企业家无法运作的话，农民工就没有就业。而且农民工和他们所依赖的农村的种子收购者、小城市餐饮业和各种第三产业服务者，他们基本上都是负债经营，预支一些钱来维持现在的运作。比如说农民工带着钱回来了，再偿还他们买种子、买农模制的钱，诸如此类。这些东西绕来绕去，就要绕到各地方政府的影子公司推出来这个影子财政上面。它体现为几十年的不断积累。要发展经济，要维持就业，就必须使这个影子金融体系背后的债务规模不断的推高。越是推高，经济发展效果就越好。推高的结果就是负担最终被转嫁给央行，体现为像温家宝他们所体现了为大放水冲抵。可以说地方政府和豪强所希望的就是有问题就拉债务，拉出来债务的目的是要维持自己那些在技术上并无优越性。如果国务院能够发现你的话，大多数他们这样的经济小到国务院都发现不了，能够发现这些部分，一般来说是被勒令关停并转，因为你在技术上乏善可陈，堆起一个庞大的过剩产能。从产业升级角度来讲是不利的，从减轻财政负担的角度上更是不利的。但是地方政府更不要说是豪强包工头之类的，绝不愿意让这种事情发生。而且在改革开放事业博弈当中，他们用赖皮手段一般是烧在最后，就是国务院要下令压产能指的，当时管用，过几个月以后他又弹回来了。我们不正面对抗，当时我们听一听，然后过几个月以后我们又弹回来，不能让我们的干部没饭吃，让我们的包工头和农民工没有活干。这样弹回来结果是什么呢？债务又一次冲天涨，然后反正下次饭店我也不在这团，我也不管。所以几十年来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涨到无法容忍的地步。现在从地方政府豪强的角度来讲，现在发生事情不过是过去几十年的发生过几十次事情的重演，只是规模巨大，规模更加巨大而已。中央再一次下了命令，说是通通他妈的给我停下来，再不停下来，这地方债务要爆炸了，还不得都的，最后还是中央还是脱不了干系。于是我们就看到什么云南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各种政府投资项目，咔嚓咔嚓通通给我停下来。但是对于豪强和地方干部，这些他们干过很多次，应付风头，春节前后这几个月我们先停，过几个月我们再它运转起来。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这么做。第一，他们过去几十年都是这么做；第二，不这么做的话，大家都要恶患。至于中央债务落到中央头上怎么解决？按照过去经验就是苟且一下。推给以后债务更加庞大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子孙后代自有办法，对不对？我们也不要说他很苟且，拜登和鲍威尔也是一样的，他们绝不敢像伊丽莎白女王一样大刀阔斧的整顿全球化时代留下的巨额债务，只是采取巨舰感的方式，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利息负担太高了，我们就降息，通货膨胀再高，我们加息。尽可能的不做整体性的更动，把问题推给下一代，希望下一代会有天上掉下来馅饼来解决问题。但是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这20年跟20年以前相比起来，很明显债务规模变得更加庞大，问题只是变得更加难以解决。也许还能够击鼓传发的拖一拖，但是再怎么拖，也无非是把击鼓传发那个暴雷推给下一代而已。大家都是这么干的。如果中央包括党中央和国务院，党中央强，国务院弱，即使在胡锦涛时代，党员分离时代也是这样。现在李强就干脆撂挑子，把金融权利、国务院和央行金融权全部交给党中央。按照胡锦涛时代的规矩，党中央本来是不直接管这些事情的，党中央要负责金融，这不是笑话吗？但现在金融的开发放党中央手里面，目的就是推卸责任，权力在你手里面，这个责任我担不起。你有种就按照你现在说的去做美联储都不敢做的事情，美联储加息都加不下去，对不对？财政紧缩这种措施是能够得到自由主义的暂时措施，卡死，不允许地方债务进一步上涨，但是它必然要使地方统治秩序崩溃。像四川、云南、贵州大多数县，公务员、公安民警、教师
占据了财政开支的绝大部分。产业像汉冶萍公司这样的产业，哪省什么也没有，整个产业，除了实质上等于税收的房地产以外，那就是什么都是些小生意人，开小店小生意人，他们全都欠着野鸡银行的巨额债务。他们彼此之间的三角债也已经牵扯得很深了。财政一紧缩，包工头项目一停，大家原地卧倒，全部丧失偿债能力和雇佣能力，任何人都要不到债务。我欠别人债务不还，别人欠我的债也收不到，地方政府收不到任何钱，教师和警察的工资发不出来。于是他们也停下来不再干事，或者去干各种私活。农民工和大多数人口的就业立刻停止，这些人没有几个月的储蓄，等不到今年年底，治安就会一塌糊涂，政权的统治能力也就随之消失，接下来的事情就会立刻进入流民战争和政治安全的层面。我敢打赌，地方政府肯定是这么打赌的，中央坚持不到年底，他们会给我们放水的。实际上，中央已经露出了很多迹象，就是表明他坚持不下去。他设计的方案，照我看也是毫无可行度，就是准备334分成，中央都债务的30%，请注意，都债务30%是个天大的数字，等于是地方政府的耍赖政策已经是成功了一半了。地方政府都30%，妈的，你自己什么狗屁独山，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谁他妈知道独山啊？除了抗日战争时候日本曾经一度打到过独山以外，地球上有谁知道独山在哪里？你搞一个世界超级大建筑，美国都没有超级大建筑，拉一笔债务来，这成何体统？你自己想办法给我都30%，剩下40%债转股，泡妞泡成老婆，讨债讨成股东。由豪强和地方的有钱人变成未来政府的股东，好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简直可以让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2世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反腐起来。一个地道的资产阶级政府就要这样产生出来了。我们不指望穷人出这笔钱，让平时跟政府合作、依靠政府项目出现的包工头出来承担这40%，他们变成政权的股东。哇哇哇哇！英国下议院。如果倒退10年的话，肯定会有无数邦贤智慧论得出来，这他妈的不是英国下议院是什么呢？英美都已经，整个西方都已经严重的白种化、社会主义化了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就是这个当然，实际情况确实是这个样子，就是除了中央的30%估计跑不，地方政府的30%和豪强的40%，保证100%的烂账。就是说是我相信我还是了解我们地方政府的，他们会什么都答应下来，然后什么也不做，然后两手一摊，大不了你撤职枪毙几个，大多数干部还是枪毙不了的。他们打的就是这个主意。最后中央设计这个方案唯一结果就是央行当30%冤大头，这30%也够数额，然后豪强的40%和地方政府的30%完全泡汤落空，赚不了1年时间，就是等不到今年年底，债务会比现在弄得更重。因为地方政府的人退开是不能停的，广大干部的所需要的利益是不能停的，所以就像是过去10年建设主要依靠理论上并不存在的城投公司之类的影子金融机构来展开，没有这些金融机构，农民工早就玩不转了。政策我们不违反，但是我们可以绕道，不准借债，我们可以不借债，但是变相借债。名义上不叫借债，但是请问我们是怎么样拿到钱的呢？拿到钱从哪里来的？那些给钱给我们，他们指望什么？指望就是我们成功的把债赖给中央，大家都是这么指望的。难道一笔写出2个共产党？你能说贵州的共产党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吗？这好像说不过去。所以大家都料得准，最后中央行和党中央最后仍然不得不买单，因此大家就愉快的进行实质借债。这一活动在最近几个月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如果没有这些活动的话，广大干部群众今年春节就要过不了。今年春节大家还是过得不错的，所以这就说明这一招已经很管用了。很管用的结果就是，正在被中央理直气壮的砍的地方债务，实际上又膨胀了几十亿出来，情况变得比以前更加严重。等不到今年年底，
一个新的巨大暴雷又要炸开，比现在更加难以收场。这就是大家都把球踢给习近平和党中央的情况下，当代现在经济形势，国家需要维持命脉产业那一部分，它会瓦上电化，但是会像朝鲜、伊朗那样变得依靠走私和盗窃来维持，但那关系不大。关系到国际民心真的是在后面这一部分，毫无技术含量，对美国没有任何威胁。就算是 GDP 膨胀2倍到3，再增长2倍或3倍都没有任何威胁。GDP 算个鸟。19世纪美利坚合众国的 GDP 还没有大清国多呢。甲午战争时候日本 GDP 也没有大清国多呢。那跟技术水平是毫无关系的事情。大清国就凭自己人口这么多，它的 GDP 长期保持世界第一是没问题的，但这一点不妨碍它不断的打败仗。中国 GDP 可以再增加3倍也没问题。这只要把第一部分汉也评估这一部分搞出去，中国跟大清帝国一样，原来是谁都打不赢的。美国和全世界关系也只有这第一部分，但是这第二部分如果出现乱的话，李自成、张献忠就要出笼了，流民战争到处四起。这第二部分是关系到也是关系到政治安全问题，但不是关系到国际竞争问题，而是关系到统治能力自身的问题。这个逻辑要求我们必须执行，我们建党必须执行通货膨胀政策。就像美国受到极大的压力，没有办法把加息缩表政策执行下去，没有办法把财政保守主义执行下去一样。中国现在的财政紧缩政策也有内在的不可持续性，它连今年年底都拖不过去。为了避免张献忠进城，放水是势在必行的。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放水，就是立刻执行战时体制，用命令经济的方式把所有包工头的资本都纳入战时经济体系，就用配给制的方法来给劳动者和提供物资，给企业家提供物资，用这种方式至少可以坚持4、5年时间。但是现在政治形势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就从现在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动作可以看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非常有限，很难指望他在今年之内能够把战时体制搞出来。所以今年应该发生的事情就是名义上不属于货币的各种白条，就像名义上不叫银行的城投公司之类的，将会发挥重要的金融作用，造成实质性通货膨胀，使地方政府经济能够维持下去。但是造成烂摊子，使得战时体制的控制和资源劳动力的分配将来变得更加困难。在外资迅速撤离的情况之下，整个经济地下经济灰色经济急剧膨胀，而财政和税收基本瘫痪。到今年年底，一个专政力量、警察诸如此类的专政力量难以控制治安的局面就会在全国显现出来。这是已经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了。当然，习近平政权真正关心的是控制上层，这是薄熙来垮台以后，他最擅长干的事情，也是他干最成功的事情，把胡锦涛拖出这些都是服这些的。就是习近平的基本班，你可以看出跟他在浙江、福建当地方干部的班底基本一致。这个班底是很脆弱的，而且人手不足，所以他采取了最合理的做法，就是控制上层，排除一切可能竞争对手，不断增加他的统治上层的份额，把资源向上层集中，以便方便控制。至于基层那些不涉及夺嫡斗争问题的小事情，他是愿意放松。如果你只是想要让你小团体捞些好处，那他多半是不追究的。所以上层和下层日益脱节。上层政治斗争的胜利可以允许他像是隋炀帝崇祯皇帝一样，在基层完全糜烂的情况下，进一步集中上层的权力，肃清离心离德的大佬，把地位更加卑微、权力基础更加软弱的新干部提拔起来，使得整个干部体制对习近平个人的依赖日益加强，下一步就是保证习近平将来的接班人问题能够顺利解决，能够保证未来中央仍然永远控制在现在的方向上来。做到这一点是不困难的，只要把资源进一步集中。至于基层的糜烂和
对外战时体制的问题可以先搁一下。我相信习近平肯定会走这条路，因为他是没有别的选择，而且走这条路是基本肯定会获得成功的。像四川云那些县份在被停掉这些项目以后，包工头和地方豪强和地方干部必然勾连起来，在灰色地带去谋生，而这些谋生并不是像薄熙来、温家宝所干的那样，会影响习近平的接班人的问题，或者习近平自身的上层政治斗争问题，因此会被忽略不计。双方各干各的，相互脱节。在爆发出更大事件，比如说，有个跨越行政边界的流民战争以前，中央不会知道，国际媒体也不会知道，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这都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样。偶尔爆发出几个事情来，也像是普通的刑事案件一样，不会受人关注。在这种情况之下，局势还是可以暂时苟且下去。战时体制的工作也在推行之中，像兵役制度，人民武装部其实撇弃政治色彩就是个兵役局，它的用处是跟企业争夺劳动力。过去企业废除人武部基本上其实是原来是违法的，因为中国始终是理论上是个普遍兵役制国家，但是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劳动力合理分配，这种事情是非要执行不可。恢复人武部这些体制可能是纯属形式，也许并不能够搞出一条像样的兵役制度，但是它是配合跟全球化的逆转和外资撤出是相互一致的，它预示着劳动力按照市场经济组合配置劳动力的方式将会结束。下一步就是要按照就业的方面和按照政治方面去重新配置劳动力，而这样重新配置劳动结构也使市场经济变得不可恢复。这方面的动作是很慢的，我相信1-2年之内不会出结果。1-2年之内会出结果，只有上层政治斗争和资源集中这方面才会出结果。去市场经济方面还要以更慢的速度来。基层和上层的脱节，黑色经济的出现和治安的瓦解，以及最重要的是灰色地带暴力集团的产生，是在这2个层次之下的最底层的层次，是已经超出了经济层次，以及是目前看来是无法逆转的。它完全超出了习近平和他的所有朋友和对手能够控制的范围，是由于资源自身的匮乏和脱节造成的。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像是历代的晚期王朝一样，成功的把大部分资源集中到自身以后，发现自身跟社会基层基本脱节，然后社会基层被危险的帮派、江湖诸如此类势力占领了，而这一过程基本上是不可逆。由于上层政治斗争的需要，即使你看顺的说这一切，也没有办法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所以2年之内的情况就是中国没有发动战争能力，但是并不是说不会爆发战争，没有发动战争能力、爆发战争历史多的是。但更加重要的是，中国正在丧失，跟习近平上台时的初衷相反，跟列宁主义初衷相反，政权正在丧失对社会和经济大部分，正在丧失对大部分人口的。我想过不了2-3年，过去安装的天眼工程或诸如此类东西零配件会跟不上，大部分区域的治安会坏到跟阿富汗没有区别的地步。等到那个时候，大家可会如梦方醒的发现，过去几年真正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意义。在今年正在展开这些关停并转项目当中，很多被抛弃出去的包工头和他们相应的小弟会毫不犹豫地走向暴力集团道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了。